早上我们的纽约是早上啊，我现在问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个贵宾啊，请这个郭文贵先生参加我的这个节目啊。现在呢，请我们的导播啊，先把郭先生接进来郭先生你好。哎，你好，小平先生，你好，观众们好，大家好。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您是这个大名鼎鼎啊，但是这个知道你的人很多，可是呢能见过你的人估计没几个。那么今天呢，我把你带到屏幕上来，跟我们的观众见面啊，非常高兴。好，非常荣幸上这个明镜电视的节目，非常荣幸能在这里接受小群先生的采访。谢谢所有明镜电视的工作者，谢谢所有的观众。郭先生呢你在中国的媒体下呢基本上报道你的时候虽然我估计没有一家媒体真正的就是跟你面对面的采访过，在过去的这个你跟媒体交往的历史中呢，我知道你好像只是接受过香港的商报这一家的一次采访，除此以外好像就没有接受过采访。那么呢，我想请你给大家解释说一下你自己就是很多人都说你是个神秘的富翁商人，神秘商人神秘的富豪等等都不知道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你能给大家第一次正式的说一下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小平先生，这个您过奖了。我不是什么神秘人物，也不是什么富翁这个都是过去媒体因为不了解不知道嘛，这个报道。那么同时呢，过去的这些年来呢，这个我确实是没有在这个媒体上做任何事情这个也得罪了一些媒体，包括了我的一些对手，利用很多媒体呢妖魔化我。所以说我老开玩笑说，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这个我的生活中一旦没有了诽谤，没有了造谣，没有妖魔化，我就过得不太舒服了。因为所有的过去的诽谤和妖魔化都是我的动力，我都要证明给人家看我不是那样子的。实际上呢，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我还应该感谢他们。这个所谓的神秘化都是媒体这个编造出来的。中国10几亿人，媒体不知道的人太多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不让人知道是很正常。基本上还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呢，像我们这人太多了。那么再一个，我们也是从小受父母的教育这个低调做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不存在什么神秘好这个不存在什么神秘。今天我现在要问你，就是说原来你就是一直就是说，或者是媒体把你神秘化，或者把你妖魔化，或者对你进行诽谤化。那么今天呢，是什么促使你要站出来呢？接受这个明镜电视对你的一个专访？这个你有你的一些什么想法呢？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好奇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近2年来我一直因为我们这个和北大方正的经济纠纷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媒体高度关注。那么也有一些媒体呢，这个特别是有一些媒体收了我的对手李友的钱，还有李友的背后那些政治高官们家人出的钱。那么比如说这个2年前说郭文贵从意大利被抓回去了，然后呢郭文贵现在成了第2号的这个禁令完成之后的第2号人物。现在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这个王岐山书记要访北，要把他给遣返对，有这说法。然后突然郭文贵又给这个法拉盛律师打电话，要求政治庇护然后突然郭文贵现在又杀人了，杀日本人还是有事儿真杀日本人，我成民族英雄了还杀日本人，说你被国际通缉，对，有这个说法，被国际通缉了然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看上去这个都是很奇怪的这些新闻那么实际上都是被钱收买的小媒体这个李友每次花这3万美元还是一半是我出的钱，是我们方正出的钱就买这些媒体然后就报道，实际上是造谣诽谤这样呢就让我呢在海外国内外呢就受高度关注。这就是说今天呢大家呢这个都想知道这个郭文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现在呢这个媒体造谣没帮我呢
这个名声没把我搞好，但是却把我弄得很重要。因为比如说，因为我过去多年来一直有时间，大多数时间在国外的，那么我投资也是在国外的，那么我国外的很多朋友看到这些新闻以后，当然他们知道是假的。但是呢，别人以为我就是个普通的生意人。现在大家觉得我这人很神秘，这个有很大的能力，有很大的政治背景，然后呢，又是搞倒了刘志华，又把这个北大这个李友又给搞进去了，然后呢，手里还掌握着所谓的这个核武器般的这种这个一些人的政治丑闻的证据啊。对。现在我跟很多人我说我不重要都不行了。那么现在我特别是外国朋友一些政治上这个比较影响力的朋友，现在我是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个我不重要，你们也不相信。我说我重要，你们还觉得还不够。但是呢，我说我确实需要有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些事情都是造谣的。那么在这2年里边呢，这个我一直在观察海外媒体，这个确实实，这个我们这个明镜啊，确实是让我很尊敬的媒体，不造谣，不诽谤，不欺弱不惧上，而且呢，特别坚持了媒体的基本原则。在今天这个假新闻甚上的年代里面，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说，这个当初香港商报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一句话：一切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我们这个几方都被抓了而且事情确实涉及的这个经济数额呢，这个几千亿涉及的这个经济数额也是上万亿了都快涉及的国有资产，涉及了这个数以万计的人，几十万计的人，员工达到100多万人。那么这样的事情是要经历一个调查过程的。在这之前我说什么呢？这个我不应该说，也没有能力说，也不具备那个条件。我觉得应该在调查到了一个段落以后，能证明到底是他们是错的还是我是错的。他是好人，我是好人，他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那么随着李友案的宣判这个事情已经证明了我们当初检举揭发的97%都是对的。而且李友的宣判呢，证明了我们现在这个检举揭发的保护了国有资产，保护了小股民利益。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揭发了很多贪官，而且都已经被判刑，被抓起来了。可是这件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李友的这个4年半的宣判，真正的说明李友被他们的背后后台给保护起来了。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因为还有几千亿的资产即将开始真正的争夺的时间。这个他背后的老板也站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今天选择明镜站出说话，很简单，保命、保钱，还要报仇。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你跟李友的争执是2年以前2年以前呢，但是这个李友的案件法锤落下来是去年的11月。李友呢，我看这个案子的报道，我有几点不明白第一个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呢？李友一共按照官方的，就是除了新华社这个官方的统一报道之外，李友犯了5个罪。但是呢，我还数不出5个罪出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呢，他的判刑只有4年半，那么5个罪判了4年半这个量刑是怎么个量法？我这个学法律的人我也搞不懂，因为这个就是单论第一个罪，就是内幕交易这个罪呢，他就够5年了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后面还有好几个罪，还有4个罪，他怎么就成了这个4年半了？这也搞不懂。第二个呢，这个官方说他有自首和立功的表现，我也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举报的大家都知道他怎么会自首？还有一个呢，他立功了，他立什么功官方也没有交代。那么你呢，好像对这个事情比较清楚，你能给大家说说这个我这些不解都是你能给他解答一下，是能帮助我和我们的读者去明白怎么回事吗？小平先生，你不愧是学法律的。明镜这个电视确实明镜媒体是专业的，你问的都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个李友4年半的宣判呢，这5条罪呢，实际上大家完全可以是看到，这是跟我们过去检举揭发的材料，你往回看是相对应的。它只是对我们检举揭发的材料和所提供的证据一个回应。除此之外呢，它没有在这个之上有任何属于新的罪行。但事实上是李友从抓起来之后，
一直我们在掌握着案情的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宣判。因为在这个李友这个抓起来以后，李友呢就是买通的所有的办案的，就是北京市公安经侦上的人和中纪委成立的所谓的专案组，也同时办我们案子的啊，还有这个大连市的这个公安局经侦的这个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办案当中已经很快被他们收买了，李友就是很少的时间在这里面，就所谓的保外就医，以患肝癌为名就躲在外面去了。李友患肝癌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不是现在。李友早就准备好换肝了，李友这个金蝉脱壳之计早设计好了。那么他进去以后，这个所有的他这些在公安上的人，这马上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啊！确实他有肝癌，他早就有。然后在里边这减肥，然后呢躺在病房上，开始同时指挥了这场审判。那么李友实际上他哪条罪行，只要敢公布细节，都可以枪毙他2次以上啊！不要说是4年半了，很简单。现在他所有的涉及的5条罪行的数额没有公布。那么北大是这个国有资产啊，那么北大方正集团和方正集团所有的下属13个金融牌照，这里面被李友和侵吞的资产超过1000亿以上。这个同时这个内幕交易罪，它获利达到300亿以上，像海外洗钱400亿以上啊。那这些高官，我们政治局里面，包括我们的过去常委、现在常委里面，都有他的这个金主，都有他的行贿的高官。那这些事情哪一样说出来，他都会被枪毙2次以上的。那么为了掩盖这个罪行，这个所谓的专案组已经完全的是不视法律不顾了。那么李友被宣判的头1星期，你可以看到方正股票有了巨大变化，竟然2天涨停板。这个2天涨停板意味着什么？后来又回落到从9块多钱回落到7块多钱啊。那么是什么概念呢？大家未来我会给你们用证据来告诉你们，这又是一次的行贿的一种财富转移，这是李友的一个善招。李友在里面一直在指挥着这一场所谓对他的审判，那么包括罪行什么时间出来，怎么判决书都本人商量的。那么李友呢，现在出来以后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进行对方正集团的财富再一次的分配和转移。这个我们掌握的证据，他这一次在里面待着时间就拿现金20亿以上啊，来摆平的目前的案子，承诺给分配的财富达到150亿以上啊。那么所以说他出来了没几天，也就是说我们在8月份新开的董事会，我们有2名董事，一个独立董事，一个监事进入了董事会。那么后来呢，在李友这个宣判完的1周内，专案组就到了北大方正集团去办公了，在他方正集团里边办案，把我们的董事给叫去。有一个女孩，刚刚的我们一个董事刚生完孩子生了1年多时间，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律师，这个叫许阳阳，另外我们这个监事叫马南，都是律师出身。这个就叫到方正去，戴上脚镣手铐啊，然后强迫你必须签下辞职的这个书，你不签要给你摁手印给你签，你如果你不签，我就把你妈抓起来，我就把你爸抓起来啊。还有我看到你手机了，你有跟别的男的有联系，我可以告诉你老公跟你离婚啊，然后呢把你家产全没收，你信不信我让你在里边关一辈子？就类似这样的专案组的大连专案组同志办案和北京专案组的同志说，这是最高领导指示，北大啊是我们的北大，你们给我滚出去啊！然后这样的我们就没办法，你可以看到马上公告，我们的董事都辞职了啊，而且呢董事也都被编控了，另外一个监事被抓了，到今天还没让回来啊。另外一个董事也被抓了，许阳阳啊，还有马南都在被大连在关押状态，现在今天都过年了还没有回来。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什么呢？李友的宣判只是对过去我们的检举揭发的一个应付，对社会的一个应付，还掩盖了更大的罪行，那就是什么？国有资产被侵吞，大量资产被转移，小股民利益被侵占，然后内幕交易，然后证监会和他们一起被协调的所谓的惩罚啊，60万的罚款掩盖了他们真正的罪行。这就我所说的，李友背后的这些金主老板这些政治后台真正现在站出来了，这才是我们说这场战争刚刚开始。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再稍微慢一点来说，就是说你跟这个李友呢，原来是这个就是说商业伙伴啊，应该这么说吧。
你们一块啊搞了这个北大这个方正证券，后来呢，因为这个外界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啊，就是说你跟北大方正的这一场这个战争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爆发起来的，当然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例如说因为这个董事会控制权的问题，就是说你民主他们那个北大方正和你一起你们那个搞了民主证券之后，卖了民主证券之后呢，为了争夺这个北大这个证券的这个董事会的控制权，你们两方打起来了，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呢你帮助这个代持，然后呢因为代持呢这不是你的，最后因为一笔将近8000多万的这个税收的问题你要这个北大方正要李友去交纳，然后他不肯交，然后最后呢导致你跟他交恶这是我看到的2个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个人的动机，例如说你想借壳上市李友呢想什么呢？李友想把自己呢做成一个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等等还看到你们2个人呢一起在飞机上的照片，还有一个人呢是模模糊糊的，当马赛克的在边上这也证明你们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为什么最后你们俩那么干起来呢？因此大家都有推测你们因为什么原因你们这么干起来了因为什么原因？我刚才说的这2个原因对不对？谢谢小平先生，你这个看来你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解这个情况。基本上您刚才说这些呢，都是李友花钱，这个和他操纵的媒体，李友投了很多媒体，包括财新杂志，他也是真正的老板这个散播的谣言、诽谤的结果，他放的烟幕弹，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和李友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俩都是一个小小的工具，是个傀儡。真正我们俩之间的较量，都是我们背后的各种势力的较量，这个媒体都猜对了。所以李友他所说那些话那都是假的，那只有普通人值得相信。但凡有点知识，在行内有点这个关系的人都会明白，这个李友真正背后的老板，那都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这些人才是他的老板。那这些人是要通过李友是要拿钱，是要藏钱，是要洗钱的。那这个跟我郭文贵之间没啥关系，我是要保护我的钱，是不是？我要保护我的钱，结果我要保护钱，我就要找人来帮我保护钱，我没这个本事，结果我找错人了，我找了2、3拨人，结果我这是引狼入室这样引狼入这个引狼入室呢，其中3拨人都答应帮我摆平李友这事儿，结果呢，其中的一个人呢，这是位不太高，但是权力很重。过去这4年是中国兴风作浪，很多大案都是他办的，是中国中纪委和公安的专案组的组长这个江湖上有句话，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我说这个坏纪委人员和坏公安就能翻了天其中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很多，我们这今天说不完，我们需要未来的更多的时间来一一说。我们有4个目标这个我们把这个4个目标其中一个最小的级别的人，最这个级别最低的但是他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今天的公安部的常务部长傅振华。我们背后的其中一个黑手就是傅振华傅振华这过去4年是权力之大，那真的是已经超过了天了。对，这个当初呢，这个是我们当时和李友合并之后呢，真正的李友的这个背后的老板就提出来，跟李友说，马上叫郭文贵同意定向增发200亿，那就是我一共换来了18亿股，我付了120亿现金。当天下午，李友打电话就要定向增发200亿。我说这是你的主意吗？你这不是抢钱吗？到现在不管我主意，你知道我背后那几个老板谁，那家人说了，那必须得定向增发。我你定向增发洗掉了我1半的钱。那你要不答应，那你郭文贵就是家破人亡这话就来了。我说那你要不让我家破人亡，那我说李友，那我只有和你干一仗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去找人了结果就刚才我说，我就其中就找了一个傅振华先生傅振华的家人就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家在这个之前跟我们家人也有联系，他的弟弟是他的金主代表，他的弟弟这个叫傅老三，在北京江湖上那是可以说顶一个政治局委员就这么一个权利。
就是说他想抓谁那肯定抓谁。傅政华就说你反党，说你这个涉及什么案子就把你抓了，而且他每天都打着说他深受习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建书记的这个信任，然后除他仨之外都听他的了，所以都找傅老三办事儿。那他要想害谁那是一句话，他想帮谁捞谁也是一句话。而且所有的跟中纪委的专案组成员都是北京经侦的人，都是老傅的手下啊，不用老傅说话，老傅只要是稍微给一点态度，这个就很明确了，让你死就得死啊。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傅政华，这个李勇呢就搬出了他们最后的他那个退休的常委的家人和现任常委的家人，就和这个我们就 PK 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爆料的时候，在这个公司网站上，每次都报得很准，其中很重要一部分的信息来自于傅政华啊。你比如说，刚开完会，动不动李友怎么动？去北大抓谁啊？还抓这个令计划的老婆啊？这个还抓这个什么雅酒店里边发现了什么？我们都掌握。当时我觉得肯定要赢了，但是后来发现啊，这傅政华先生是两边吃多边吃，所以说结果把李友也给抓了。这个把我这个2015年这个1月10号的时候，去了100多个特警，跑了潘国酒店。正好我们家人在酒店每天都陪我父母吃饭，在酒店里面大家聚一聚，就把我一个60多岁的大哥、60多岁的二哥，还有一个50多岁的四哥，还有一个我在海南的5哥，同时啊，还有我的6哥，重病的6哥，我太太、我女儿。当场拿着枪顶着，全给抓走了。在这个酒店大堂里边顶着枪啊，把我员工啊，很多人打得鼻口穿血，打得趴在地上。另外一个员工是个保安，这个就是脱了件棉袄脱给我大哥，当场把腿就打断了就。然后呢，带走了我们30多个高管，带走了我们家8个家人。这个当时啊，这个抓我们家人、抓我员工的理由，说我涉黑，啊，以涉黑抓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跟周永康有关系啊，这个傅政华一贯是拿周永康来抓人的啊，这跟周永康有关系啊。然后呢，就把我们公司呢基本上就是员工，你们马上这个离开啊，郭文贵出大事了，习近平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建树书记亲自批示啊，这回你们全完了，死定了，你们马上离开吧，就让公司破产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抓捕的行动的同时呢，当然李友你们都看到报道了。李友的家人也被抓了，但没抓那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傅政华拿了我们的钱，没给我们办事儿。当然了，傅政华在海外也当时除了国内给的一部分钱之外呢，他海外还想要5000万美元。当初我们也答应他了啊，说你帮助把这事摆平，我们可以给你捐款5000万。那后来把我家人抓了，那我说你把我家人放了啊，你不放我不可能给你钱呢。所以说跟傅政华先生就是不高兴。有个问题，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刚才用捐款2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他是敲诈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敢不给呀，他是敲诈。那么敲诈，我说我不能是说你敲诈我就给你呀，我应该报案呢。我说那你应该有什么办法？我有这个我弟弟有公司啊，这个你可以，还有我们有慈善机构，你可以捐款。我说可以啊。所以说他弟弟就跑到海外来，这个打电话找我，让我拿钱，同时呢还威胁我们要干一些，这个现在我还不方便说，等到咱们下几集吧我再说，那是比的是大多了，这个涉及到国家的更高层次面的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我先说这个事儿，那么让我们威胁干其他事情，我们呢应付着他没敢具体实干，但是也做了一点。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傅政华出事是早晚的事儿啊，而且呢，这个本身我们这件事情也有傅政华呢设计我们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因为呢，在这个2014年8月份的时候，傅政华他家人就找到我们说，你看你们家早晚要出大事了，因为这个要抓这安全部的马建副部长因为你们跟马建副部长呢是上下级关系。这个是安全部的联络单位我们严格讲，这确实盘古是一个安全部的联络单位，这和这个咱们下次再说的和刘志华案有关系。就刘志华案以后，我们实际上被监管这个企业，好听的话叫联络单位，就是受安全部监管，代中纪委监管我们也很愿意被监管，因为呢有些时候呢还让我们更安全。
最起码一些流氓啊、派出所呀骚扰比较少一点。所以说呢，跟那个表面上呢，跟马建副部长关系特别好。然后呢，还有安全部的基本常驻人员在我们那儿办公。那么所以说呢，社会都传说我们跟马建副长特别好。所以呢，说傅振华家人说，这个中央已经定了，肯定要抓马建副部长。为什么抓呢？因为马建副部长在过去的18年里边，主要负责党内所谓的腐败调查，掌握太多人的证据了，掌握太多人的信息了。一定要灭他的口。那同时呢，他还想当安全部部长，说老傅还想当安全部部长呢，说这党老傅的事能行吗？那肯定抓。那么抓是他之前肯定抓你老郭。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看不行，我就跑了，我就离开中国了。我真得感谢老傅。对啊，你们你这个北大这个和藩镇的这个角斗之中啊，有2个关键的人物。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常委一级的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一般的都说就是李友后面的后台啊是这个令计划，就刚才你提到令计划呀，这个古立平啊这些人啊。你这边呢，刚才你也提到是个马建啊，马建跟你的关系很特殊，你也讲过，好像是马建是你很尊敬的一位领导，没有他就没有你。那么他们这个时候他已经告诉你，就是说他们要抓马建，等于是他们就要把你的等于是不是说要把你的靠山给敲掉，有这意思吗？刚才您说的前边呢，这个李友说是令计划古立平，那是李友的一个小靠山而已，小靠山只是说。小靠山，他他也没有这个媒体上说那么夸张。他和令计划和这个古立平，李友有更大的老板李友有更大的老板，还多个老板。这个李友你去想想，他10几个金融牌照。说到这儿，我给你打断，再说插一个话。在他的李友在审判当中，他的卷中啊，被这个李友交代了很多人很多事儿，所谓的立功，最起码被指令更改10几次。就在宣判他的前2周，竟然也有中纪委去把一个他在里面交代了一个人民银行副行长行贿的事情，马上给篡改。你可见李友之这个力量之巨大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力量？是钱的力量，是他打着北大这个名字的力量。那么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说令计划呀，他古立平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利益的这个政治保护者，也是个受贿者，但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有比他重要的多得多。这是李友能把很多人送进监狱，把很多公司搞破产，能玩到上万亿资金，这是能今天还能金蝉脱壳，以所谓肝癌为名，还能这个立功为名，4年半能拖着这个万杀的罪，那这是李友的力量。那么反过来说，我和马建副部长，你刚才说。实际上，马建副部长跟我关系，我还是要说，我非常尊敬他，他是一个好人啊，而且呢，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重要的，在他身上，我深刻的理解了爱国的意义啊。我不是党员，我从来不说爱党，我也从来不反党，我永远不可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更加深刻的理解爱国的意义和在社会上怎么理解政治，我觉得这是马建副部长教我的。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品和道德我是很尊重的。看到网上对他所谓有了6个情妇几个私生子，我简直我觉得这是我完全无法接受。一个给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人，30年的安全和公安，这现在把他侮辱成一个6个情妇，他有那个身体了，马建副身体非常不好的，而且他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就是他是贪官，他也应该有真相，他也应该有尊严，他也是党和国家的培养出来的干部，应该给他一个基本的尊严。为什么他今天是贪官，他就证明他生下来就是贪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国内的党员里面，我见过政府的官员，大部分人都是好人，包括纪委、公安这里边，大部分人都是好人，只是这一部分是坏人。而这部分坏人今天呢，很可悲的事情，掌握着巨大的权力，颠倒黑白。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颠倒乾坤的人，谁是咱们大清朝赵高式的人物啊？谁是一个个的赵高式的人物？像傅振华这样的人，不就是赵高吗？啊，这个党中央相信你，叫你这个带领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那你现在是想弄谁就弄谁，要然后这个吃了左边吃右边，吃了原告吃被告，
而且你说他家敛钱，这个据我所了解，傅振华的财富富可敌国了，他弟弟都养着好几个这个女人呢，他的养的女人都是几亿富翁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对这个事情的知情很重要，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要站出来。我看到这个很多人好人啊，被这个给妖魔化到如此之程度，而且绝大部分老百姓都相信媒体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喜欢这个反腐的，这个都喜欢这个反腐啊。可是这个不能是真正的腐败者去所谓去反腐，那可能是真反腐吗？像傅振华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还要说3、4个很重要的人，那这是真的反腐？不是的，最后祸害的是老百姓，祸害的是国家，而且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些人要继续下去，他们是野心家，还想当。傅振华原话说，他要当公安部部长、政法委副书记，甚至要政法委书记。那中国的律师，中国的像你们这搞媒体的人，不都得被抓起来吗？不都得像我这样，家人都被抓起来，员工被遣散。像我现在律师被抓的已经挺多的了。现在律师和记者被抓的已经很多了。这个就不用这个担心，我觉得不是多余的，已经很多人被抓了。但是你的故事，你的故事有特殊性。我告诉你啊，这个律师和所谓的这些这个媒体有良心的被抓，绝大多数都是傅振华干的。这个接下来如果这样人再继续下去，他会干很多。我在这我必要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案子啊。这个我要说，你看我们的员工这个被编控啊，员工的家属和员工被编控大概3000多人。我们被抓起来的人呢，这个头半年、1年消失找不着啊，连什么手续都没有。在1年或半年的时候给手续，叫指定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居住的权利是要可以打电话、可以见律师的啊，没有。然后呢，告诉后来在大连呢，在开封关着呢，也不让见。后来到了大连开封看守所去找时候，说没这个人，为什么？说你们这案子太重要了，这个现在都是属于这密保，没有名字。那么有的现在关了2年多还没有回来，有的是刚刚的这个家里边这个妻子刚怀孕，到现在孩子没见过。另外一个就是人家有的这个就是刚刚离过婚，这么一个女同志，就一个孩子，现在一直住在我们公司酒店里边，我们陪着。那么这些人抓起来之后，他有罪，他活该呀，他犯罪了，是不是？那法律该惩罚你。那犯罪了有法律程序啊，你应该给他起码的一个法律上基本的保证，人权保证没有。然后这些员工被抓起来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是被羞辱。比如说，我们被询问的270多个员工，其中的有女员工很多，有很多男员工回来都向我说，他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其中一个男同志关在被一个也同时啊，这个跟我有关系的网上说的车峰，啊，跟车峰，还有一个这个中石油的王天补关在一个4合院。这个打他的时候啊，这个大概3个星期，把这孩子打的胳膊断了好几次。这个最后都不能动，说你还能活得出去吗？王天补被判3个死刑了，车峰得判5个死刑，你还能出去吗？啊，这是习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书记亲抓的案子，就这么折磨这个孩子，回来这孩子基本半神经了。另外，我们一个女员工啊，被抓起来以后，靠在铁椅子上，然后呢，这个再戴上脚镣，这个孩子呢被关了3天在这里面，在铁椅子上，当然他拉屎尿尿都尿在裤裆里边了。都尿在里面了。那么等3天离开的时候，他屁股上长了2个大包。回来，她的老公给我打电话，哭得泣不成声，说我的老婆回来基本上是傻了、疯了。更夸张的事情，办案的公安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手伸到女孩的裤裆里边去摸，你尿了没有？你有没有尿？这是办案吗？这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厉害呢。还有的基本上这男孩子进去都砸上脚镣手铐，把鞋给你脱了，关你几天。然后呢，看你手机呢，一看你跟女孩有联络，他就说你有老婆的话，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你信不信？我把你妈找来，你信不信？我把你爸找来抓起来，信不信？就这么威胁。然后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要签20页到40页的空白纸张啊，所有的男孩女孩都要问你的性能力、性关系啊，然后呢都会拿男的女的对方的所谓的出轨的把柄来威胁你。而且我们很多女孩进去都会问你跟郭文贵上过床吗？肯定上过床，要不要我通知你老公啊？你跟郭文贵上过床，你老公相信我们相信你啊，都是这种办案办法。今天我为什么站出来要说呢？今天非常重要，我们的老百姓啊应该要知道，
这个专案组啊，现在这下边的办案不代表中央要这样办案，我不相信。孟建柱书记、王岐山书记、习总书记说你不要这么整人，不可能。这就是傅政华这样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把国家机器掌握在手里。郭先生啊，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秘密关押，第二个酷刑，第三个摸黑栽赃啊，这是目前这个暴露出来的，就是说整人的一些标准的一些作业程序。你看这个抓的那么多律师啊，那个律师的这个家属啊，天天在这个舆论上呼吁啊，披露这些信息，就是说人被抓了以后，律师不让见，家人不让见，关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啊。这是你家人想知道他的只言片语根本就休想，因为他是秘密关押。所谓的指定监视居住啊，就是给你秘密关押，让你强迫失踪，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而且呢，他有一个合法的这种外衣，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酷刑啊，现在看，从现在暴露的各种案件来看呢，啊，非常普遍。最近有一个律师叫谢阳的啊，他的律师第一次见过他之后，就把这个警察怎么样对这个他的酷刑总结了10几种酷刑啊，把他给他总结出来啊。那么这个你们这个公司员工遭受这些酷刑啊，跟他们遭受的酷刑一点都不一点没有什么差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他们用这种酷刑来折磨你，来摧残你。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啊，像雷洋那个把人搞死以后还编一个你在嫖娼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用性关系来这个，实际上人都好色嘛，是不对呀？当然好像经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人好色就成了天大的罪状啊，就成了这个，他们好色的根本就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事情啊一点不新鲜，但是你们这个事情呢，听你说出来的有点耸人听闻。一般的人只知道啊，就是方正这个李友这些人啊，全军覆没，11个人被判刑。但是呢，你这一方啊，你遭受的损失啊，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就通过你这个刚才的这个说法啊，你那么多亲人被抓啊，那么多员工被编控，那么多人被酷刑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些耸人听闻的啊。那请你继续讲，这个损失，我们查封资产1200个亿。我们从查封所有资产之后，我们每天到现在，我每天的损失是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1年35亿啊。还比较幸运的事情啊，我提前做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啊，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海外的基金啊，在这个3-2年里边给我赚了200多个亿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办案夸张到什么程度？当时把这个编控几千个内部员工，我香港的律师啊，在大陆被编控6个月，他的母亲92岁了，得了癌症，这个律师也是一夜白了头啊，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律师资格，这个也不敢去以香港基本法的权利，所谓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就在那忍着。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些办案人员到香港去啊，就是找了所有的律师啊，不但找我的律师，不但还要找我海外的合作伙伴，告诉这人，你知道吗？郭文贵把你人给骗了啊！这个郭文贵现在要被通缉了，郭文贵是什么坏，怎么坏。第一，专案组到香港办案就是违法的；第二个，你要是真办案，你不需要抹黑郭文贵，他有罪你就定罪就完了；第三个是更可怕的事情。公司所有公章查封，所有账号查封，连我的信用卡都查封，而且员工不能出境，关键他告诉每个人，你不能跟郭文贵联系啊！你要是联系，我就把你爸你妈把你给抓了。这就是现在这个傅政华定的叫3绝政策，是要抓这个人的时候，第一，让你绝对的这个财富全给你查封，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现在很多人有钱往外转移呀，谁不害怕呀？第二个绝，让你所有的这个和你联系的人都要吓唬住他，不能跟你联系，断掉一切联系。第三个事情就是绝对毁坏掉你的名声，让你没有生存之地。最后你必须跪下来听他让你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个我这比较另外，因为他这3绝对我不灵。第一，我不在乎名声，我一直在妖魔湖长大的。第二个，我钱查封我1200个亿，我海外资金比他大得多得多啊！你想想。他在查封我资金的时候啊，我们在香港我那个房子多少年也被报道出来了，也是他们操作的啊。我是12个亿买的房子，贷了3个亿的款是建行香港分行贷的款，竟然这专案组能让建行违反香港的金融法规，一夜之间决定毁掉合约，马上收钱回来。
当我们还没问明白咋回事的时候，24个小时就派出了香港的叫什么清算组，安永会计事务所收房来了。如果我没有钱，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就被他给弄走了，我马上把3亿还了他，但他这个没动。还有我在香港的中资银行开的账号，所有的钱都不能动。香港他毕竟还是香港，他不跟你说理由，他说哎呀，我们有各种这个查询呐，什么不能把钱给你动。所以你看这个专案组啊，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没有任何法规，在香港海外所谓的准则都没有。第二个，刚才我说的员工被残害这个啊，我刚才说的只是一部分。我们的被打断腿的保安和被打的满地上爬的那些女孩子们，现在我可以说，今天我为什么站出来，绝大多数的原因，我一定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因为好几个女孩子基本上已经精神崩溃了，现在有点精神不正常。而且大部分人被他们给要求离职。你听说过哪个国家的办案人员、公安去住在我们公司啊，10几个人在我们公司又吃又喝，然后每天把员工弄到房间来，弄得鬼哭狼嚎的。2年来呀，你去想一想，小平先生，你学法律的，这是哪国的法律？黑社会拍电影也不是这种拍法吧？2年来，经常10几个公安在你的公司里边，想叫谁叫谁，关到你屋里面。然后是把你弄得哭得一天一天的，整个大楼是哀嚎一片。你想想，这是办案吗？他们每次这样做都说这是习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批示的，所以你们死定了。你想想，傅政华他这不是高级黑吗？说白了，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小平先生，这个真正的背后，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背后的黑手的利益，他们以为我掌握了他们跟李友之间的腐败的证据，他们要灭口，他们要恐吓，不要让我当嘴，这是一。第二个，办案人员这些人也想趁机捞一把，又是为了钱，是真正的就是新腐败。第三个，更重要的事情，今天我要说的，傅政华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狠呢？因为傅政华这个当时听说马建副部长在海外藏有这个多年调查党内调查很多领导人的所谓的视频，还有腐败证据，什么私生子私生女海外账号，所以他一直找我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我，你给我了，我会保你怎么样，很多许诺。这是傅政华的真正的目的啊！当然这是他了，还有2、3拨人呢，也都是这目的。第二个呢，在这个因为我和中纪委啊，由于刘志华的案子呢，我有很多朋友都是中纪委的，都认识，包括头2天播出的节目啊，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那些人，大多数我都认识，都是因为刘志华的案子认识。其中一个被抓的叫这个当时6室的负责办刘志华案叫孟慧清，后来是到了这个9室，后来到这24巡视组管河南啊。这个孟慧清被抓了，在家里搜出了18盒私藏的当时办案的录像带。据说这个录像带呢，这个震动，所以傅政华呢马上就是这个就找我说还有没有更多的，不相信只有18盒，因为这个18盒傅政华有没有复制我不知道。据我知道是因为这个孟慧清啊住在我们政权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跟他妈90多岁老母亲住在一起。在这个他被抓以前，他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他怀疑啊有领导想把他推下楼去。他说他有一次喝完酒，他发现他站在阳台上，有领导突然站在后面，说眼神很奇怪。我说那你干了什么事了呢？他说可能我这过去办案的问题吧，他没说那么细。后来就在政权被抓了，被抓在他家呢，就当场翻出了18盒录像带，还有10几个 U 盘吧。据说这个是当时的办案这个违规留下来的资料。当然了，傅政华等还有其他的几个领导都很想拿到这个东西，所以真正对我这个另一个的这个追杀、造谣、诽谤，就是其中涉及到这些神秘的数据和录像带和这个资料。这个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个神秘的录像带和数据这些资料是我没记错的话，是财新啊，好像是有报道说马建手下有一个特别小组，长期做这些东西，弄到了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是最初的这个好像是这方面的信息来源。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令计划的这个兄弟逃到美国的这个呢，他手上的所谓核弹呢，就是说有一部分这些核弹就是指的这些
所谓的录像带，就是特指是高层淫乱的录像带。那么这些录像带呢被他带出来了，那这个成为他手上的核弹。那么刚才你这个谈话之中，就是你提到了傅政华为什么要这么搞你，他就想拿出，因为你认识这个马建嘛，他想通过你跟马建的关系来搞出这些录像带。而事实上，你刚才说的中纪委这个官员这个事情来看，这18盘录像带是不是就是这些高层的这些就是色情录像带呢？您说到这儿，我先你的问题非常好。这个当时刘志华的这个我们检举揭发刘志华的时候，跟这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很笑话，我那时候中纪委那个官员我老去这个我一弄就开车去了，我就揭发刘志华。所有人都见我，但是有一条，你拿证据或者我提供了文字证据，那不行，你要这个有照片我就提供了照片，我就天天找。这个找了照片了不行，我要视频结果发生了什么现象呢？纪委和公安的人围着我的，跟着我的屁股后面，天天去弄视频事实上，这些人这都属于政棍，你知道了吗？这本是他的职务，他应该去找去。结果呢，逼着我一个老百姓，本来就没有视频，逼着我真的找到了刘志华犯罪视频。结果找到了刘志华就真进去了。现在这个事情异曲同工之妙是什么？我本来没有这个数据。我真不知道这18万元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令完成手里拿什么东西。但是这2年他逼着我，他现在是要灭我全家呀，全部资产全查封就像刘志华一样了。刘志华当年见我是说，你这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拿着你的呀，哪凉快去哪玩去。我说那你这不耍流氓吗？等在以后咱再说刘志华这事很戏曲化那么这回又来了，傅政华还有那其他几个领导也来了，现在逼着我呀。也是必须得找到这个数据，找不到也不行。所以说我才上您节目我要没有这个数据，我敢上节目吗？我得有点，我得有证据，我能拿出来东西，我才敢上你节目所以我今天小平先生，我在这跟你重申：第一，这个反党的话我绝对不说，这个对国家这个形象有影响的话我不说。我还有一个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说。郭文贵有个好名声。这战斗了20年，在反腐再建，我是反腐英雄反腐英雄，这是我很珍惜这个名声。现在第二个，我这个人现在大家都知道，郭文贵说话算话，说的事情都能拿出证据，包括李友这案子也证明了，刘志华事情也证明了那么中国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做，还真正做到这样的，所以我珍惜我就是中纪委有句话，这个领导批的案件这个想办法去找证据，找不着证据就造证据，就是造出来造证据。那么公安上这个经侦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只要是领导批的案子没证据造证据，但是只要是老百姓举证的，谁举证谁拿证据。那现在我举证我就要拿证据，我要满足公安经侦和中纪委办案的一标准，我举证我拿证据。刚才我说的傅政华这个先生这个事情，他可以站出来说话，他说没问题。我们在明镜电视，我把证据亮出来，你可以把我的犯罪证据亮出来，我们大家好好的晒一晒，让老百姓判断到底你有没有犯罪，我说的事情是真是假。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咱们的国内的所谓专案组一个一个的办案，完全不以事实为根据，也不以法律为准绳，也不管你有没有证据，完全给你造出来就够了。就刚才您说那个，现在刑讯逼供这词儿完全不能形容所谓的国内办黑案了，这已经超出了人性超出的底线，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夸张。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我们要做，他们没有证据，我们说话要有证据，我们不能跟他们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站出来？我要让所有今天在春节前受傅政华所有伤害的这些人的家人和亲人，很多人也都在海外不能过年，我要让他们知道，不要以为傅政华说了你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就真以为有什么事情了，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我们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他都应该有尊严，他都应该有起码的人性的尊严。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春节之前，让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站出来，不要老发牢骚说话，一定不能让这些人失望，找出这些人的证据。我不相信一个人他们这些人是一个所谓的清官好人，只要你用心，只要你大胆，一定能找出来。现在我很自信的说，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和背景后台，他们一定是
这个结果会非常悲惨，因为10几亿人民是一定会给他算账的。这个我听你这种激情的宣言让我都有些感动了。但你这个员工确确实实是要过年了啊，我们也想对你们这个遭受这个酷刑或这个折磨的一些员工表示我们的这个新年的这个祝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这个新年也这个走出厄运我们现在再回到你跟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傅政华的问题傅政华呢他是出于什么担心就是说自己的有什么事情呢被人家录像了，还是他受什么人委托呢来找你要这些东西呢？甚至于为了搞你们这些人，他居然这么做，那是不是这个东西确确实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在你或者是你的或者是马建的手上呢？他有这种担心吗？当然有了，当然有了。这个他主要的3个原因，第一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邪恶之人，干坏事太多，所以说他害怕，所以说他也一定要堵嘴，他要想办法把马建副部长类似于这样的跟他作对的人，掌握他证据的人一定要给灭了，这是他的这个人是很阴险的一个人。第二个，胆子很大，你想想，他也知道我跟马建副部长很熟很好，他还敢拿我的钱，你去想想他胆子有多大，他敢拿我的钱。所以说当最近的情报告诉我说李友给他家花了多少钱，我一点都不惊讶。他敢拿我的钱，他干嘛不敢拿你李友的钱呢？说李友在里面说，等他出来事儿完了以后判完刑，说给傅政华的许诺是多大钱的时候，我也一点不惊讶，因为傅政华已经疯狂了，因为他一个弟弟都有好几个女人，好几个私生子，上100亿的钱，而且嚣张到如此之程度，那傅政华他一定要掩盖的，而且他要得到更大的权利，否则他没有安全感。所以说他19大他充满了幻想嘛，他说他要当公安部长，当政法委副书记，他说告诉我文贵，你要记住，未来5到10年是我的天下郭声琨部长要么被抓，要么被免我肯定是公安部长，我要么政法委书记，而且我是中央领导的信任。你想此人之狂妄是为什么？一，他是在权力蒙蔽了他的良心和双眼；第二，做事坏事太多他要掩盖；还有一个，他贪婪他需要更多的钱。所以说基于以上原因，他会一直干坏事。像我们这样人呢，现在你看到在这几年里没人敢站着说不的，敢来挑战他的，敢来检举揭发他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所谓控制媒体控制媒体很多大家都把它提高到政治高度，我不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这都是中央的绝对政治，这都是像傅政华这样的人给中央领导出的主意，说咱们政治上有危机，海外反对势力要撤反，搞和平演变，这都是他们搞的政治花招，真实的目的都是想掩盖自己的这些犯罪的这些证据，然后对信息屏蔽，实际上都是险恶之心，小人之行，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不认为什么有这么多大的政治想法搞媒体控制。那么另外一个呢，像傅政华这人，他只是我说未来我们要揭发的人当中4个人当中级别最低级别最低的，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中国今天很多的问题实际就是那几个人搞的，就像文化大革命就是4人帮搞的乱七八糟。那现在我们国内政坛上也有几个这么个坏人，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让老百姓通过我们提出的不可推翻的真实证据，让他们了解到谁是你们的好领导，谁是真正的腐败的官员，谁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威胁，这是我们下步要做的。 OK， 我们再回到李友案件，刚才你提到就是实际上李友这个行贿的对象里头，傅政华只是一个傅政华呢是他吃了原告吃被告，用你的话说，那么外界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刚才点到了就是说北大方正是就是现在在监狱的令计划的他的钱袋子。那么呢，外头确确实实有报道说北大方正是一些高层人士的钱袋子。那么呢这个里头还有哪些人是钱袋子？这些在北大方正拿钱的这些人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情况？
这个我们在未来的希望我再来谈一些更多，因为涉及人特别多。咱比如说北大的朱山路书记，我跟他很熟啊。这个我们事发生以后，他站出来说话，有什么北大方正不能倒，如何？对。这个人啊，这个满脑子想当官，你知道吗？这个一杯酒这个进度就是这个满嘴胡说八道，说起没完没了啊，素质很差啊。他当北大书记真是个笑话。当初他请我到北大去吃饭，我捐了10个亿，你知道，给北大现金，是建国以来唯一的最大单笔捐款的人。我是郭文贵捐了10个亿现金，所有的北大领导都来了，我们喝了很多酒。这个朱山路的表现，这个后来和朱山路打交道，他拿了李友的钱，还有李友啊，这个不但送钱还送美女。李友最擅长的送钱、送美女、送股票啊，然后再帮地方领导的孩子上北大，这是李友的一贯的招。他这是他的哲学。那么教育部还有我们过去的常委级的这里边的股东啊，这个还有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现任的政治局委员，这个都是李友的股东啊，而且都是李友，都是送钱送美女啊，而且送股票的人。我们在未来几集分别说出来。这一集主要咱说傅政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做什么呢？李友刚才我们说完的事情，李友啊，我们要把李友在接下来。把李友每天在干什么？他怎么买通大连专案组的？怎么买通北通专案组的？怎么买通公安部的专案组的？怎么买通这个傅政华的？然后他后面的这个常委级别、政治局级别的这些金主们、股东们是怎么帮他来运作的？他会要花很多时间，我一一举证说明。这个李友现在所有跟他有关系的所谓的证监会的李亮啊、姚刚啊，还有这个最高法的奚晓明啊，还有所谓的拜登马建副部长啊，这些都是小人物。这个接着李友下来，我们要检举揭发出来的事情，那你都比他们位高权重，而且钱数都是天文数字。我很有信心，能给国家、能给股民、能给这个国有资产能拿回来1000亿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是接下来我们慢慢开始去做吧，好不好？好，这个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这个比原定的预定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呢很多东西你开了一个头啊，吊起了我们读者的胃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些系列的这个专访中呢能听到你更多的一些关于中国奸臣们的或者奸商们的或者这些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北京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国有资产流失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呢，非常感谢郭先生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专访，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这么早陪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好，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衷心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